苦楚之战第6章，滇缅大逃难第8集。日军偷袭队想控制会通桥的前几分钟，守桥国军工兵及时把会通桥炸成断桥。浩恩望着断桥，想起会通桥不过是中国人为阻止日军进攻而亲手炸毁的许多用中国人命修建的桥梁之一。浩恩以为平安的宝山在他抵达前已成地狱。从雷允、巴莫、仰光撤退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员工并家属有2900多名，其中步行到宝山的1300名工人，因住在城外远离轰炸区的临时仓库而逃过劫难。这仓库是仰光沦陷后，为防腊戍失守后日军打到雷允，航空委员会指令在宝山附近再建一个飞机制造厂，在离宝山城30公里的滇缅公路附近建仓库，以备从雷允转移时存放设备。大部分员工和家属散住在宝山城里的饭店、旅社、居民家里。大轰炸时，很多员工和家属正在看纪念5四运动的街头表演和运动会。当日军炸弹从天而落时，人群立刻混乱，各自争相逃命。很多小孩子被击倒在地，众人踩过去，发出声声惨叫。轰炸当晚，雷允飞机制造厂只能确认100余死伤员工和家属，大约1000多人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是身体被炸成碎片，还是消化在火海里。宝山发生日军空袭惨剧时，浩恩一行还在去宝山的路上，完全不知道他们将去的以为安全的宝山正真实发生人间地狱般的惨剧。浩恩热爱户外运动，喜欢远足踏青，他感觉在大自然中能吸取天地精华，领悟万物共生之道和上帝造物之妙。然而眼下他虽看到5月的鲜花开遍了滇西原野，怒江峡谷披上华美的彩衣，但心里感受到的却是与美景极不协调的人之恶。一路上他目睹人为了自己逃难，不惜连人带车把别人抛锚的车推落悬崖，只为清除路障，好让自己快些逃命。他想到，日军固然使人憎恨，日兵恶行令人发指，禽兽不如，然而在生死关头，人之共性的罪与恶尽都昭彰在阳光下。为逃命而把同胞的车推下山崖的人，与助纣为虐加害同胞的汉奸又有何异？眼前的情形令浩恩想起希伯来人少年约瑟的彩衣。约瑟身上那件华美彩衣被嫉妒他的同胞兄弟搞成了污秽的血衣。忽然他有种不祥的预感，滇西的山川河流也快要被血浸透，尸血恶臭就要压过花草芬芳，秀丽景色不再带给人愉悦欢畅。人的恶行使造物主所赐的伊甸园变成屠人场。从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开始，中国从东到西短短10几年里，日军把道路、桥梁、群山、湖江、河海、城乡
变成用人血调色的染坊。他们忘记了造物主神所设立的宇宙法则，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此时怒江大峡谷，汇通桥西岸，青山碧水间，羊肠小道上，通往滇缅公路宝山方向的所有道路都被逃避日军追杀的难民、伤兵、溃军挤满。在这块海拔最低也有600米的高山峡谷里，一座800多米高的钢索桥决定许多人的命运。桥本为给人出路，造桥乃为造福于人。然而人的罪恶可以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变成罪恶，包括桥。南北走向的怒江之上，一座宽5米、长120米，连通东西两岸的汇通桥，成了挤在怒江西岸几十万难民伤兵的生命之路，也是从缅甸一路杀来的日军56师团要誓死拿下的作战目标。浩恩他们的车跟着前面一辆军车下松山，往南拐，沿怒江西岸滇缅公路向汇通桥开去。怒江又名怒江，上游为纳曲河，发源于西藏高原唐古拉山路。纳曲河流到云南怒族人居住区，成为怒江。怒江从龙陵县马河口流入缅甸境内，名为萨尔温江。同源之江在不同地段被取不同的名字，好似同源之人在不同国家定居被编不同的号码。怒江在滇西峡谷流域，水流湍急，险滩密布，难以航行。怒江两岸唯一可以通过卡车的公路通道，就是眼前这座汇通桥。距汇通桥只有几十米时，路边3、3两两背着枪，穿着中国远征军士兵服、形迹可疑的壮汉忽然闯入浩恩视线。这些人身上发出的杀气使浩恩感到莫名的血腥和惊恐。这几个兵走路的神态和气势完全不像路上看见的败兵，而像随时准备冲锋的勇士。浩恩正在想，这些兵究竟是什么人士？只听几声枪响，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汇通桥西逃难者不顾一切冲向因混乱堵塞而摇摇晃晃的吊桥。桥上难民不理会守桥士兵的呵斥，挤作一团，车辆也不听指挥，互相追尾。汇通桥本来一次只能通过一辆载重7吨卡车，而此时大小车辆都挤在桥上，互不相让。又听见松山高地腊蒙一带传来炮声，炮弹忽悠忽悠落到汇通桥西头中国守军阵地。浩恩转身对司机梁伟强说：“小心躲避炸弹。”他刚说完，就发现那几个穿中国远征军士兵服、形迹可疑的壮汉举枪对桥西中国守军射击。浩恩这才意识到，日军已经占领部分松山，小股日军便衣队和伪装成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就在眼前。枪声刚响时，从桥东冲过来10几个手拿铁锹的桥工，把一辆熄火停在桥上的卡车撬起，推到桥下湍急的怒江。卡车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后面的车开足马力开向桥东。浩恩看见有个女人在桥上一路小跑，她左手抱着个花布包，右手拿黑木匣子，身后背篓里站着一个小孩子。
他一步没站稳，就被后面冲过来的几个男人挤到桥边。他尖声哭叫：“救命啊！”但是没有人拉他一把。这时，梁伟强刚把车开到桥上，浩文想让梁伟强停车去救那个女人，把她和孩子拉到车上，但见那女人扛不住溃兵和难民的冲力，一脚踩空，两手丢开布包和木匣，双臂往后伸，扶住背篓里的孩子，哭叫着，与孩子一起落入怒江，瞬间被水冲走，不见踪影。浩恩看见母子二人在自己眼前被挤到江里，他却无以搭救，感到自己无能无用，觉得人命如虫，不由得心中痛楚。梁伟强把车开过桥，刚过桥东碉堡，还没走远，震耳欲聋的巨响和重物掉入水中的声音揪起所有人的心。浩文回头一看，只见怒江之上火焰冲天，黑烟蔽日，方知刚才经过的汇通桥已成断桥。汇通桥这座公路钢索吊桥是滇西人用命翻越高山峻岭，徒步运送材料，好不容易在水深流急的怒江险地修成的。浩文望着断桥，想起5年前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攻占华东、华北、华中、华南、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直到眼下一路打到怒江流域。汇通桥只不过是中国人为阻止日军进攻而亲手炸毁的许多用中国人的命修建的桥梁之一。炸桥前，日军先头便衣伞兵已端着枪拼死冲向桥头，企图夺桥，被中国守军击毙。汇通桥西岸，松山、辣锰高地已被日军炮兵控制，大批日军战车部队和摩托车队很快就能攻来。情势急迫，不容守桥官兵发慈悲，顾念桥西沿江30里滇缅公路尚有100辆卡车和成千上万难民及中国远征军撤退人员将落在日军手里，只能遵长官指令炸桥，挡住日军攻占怒江东岸宝山城，以防日军快速从宝山打到昆明。如果日军跨过汇通桥占领宝山，只需1周左右，日军战车部队就能兵临昆明城下，紧逼中国战区大本营陪都重庆。若重庆失守，中国抗战失败，就会导致盟军太平洋战场陷入危局。日军控制整个中国，就能调兵增援太平洋战场，用重庆兵工厂为日军制造武器弹药，强征中国劳力为日军修工事，攫取中国资源，补给日本本土战略储备，如此便能长期与盟军拼消耗战。怒江西岸没来得及过汇通桥的100余运货卡车，几百名中国远征军溃兵，几辆英军吉普车及车里的数名英军，及成千上万从缅甸逃来的华侨，从芒市龙陵逃出的难民，都被占领松山和汇通桥西的日军堵在桥西。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